我是现代脱口秀女王，靠一张嘴横扫全网。没想到，一睁眼，穿成了古代侯府刚从乡下接回来的粗鄙林笑笑。乡下丫头就是没规矩，让这么多长辈等着，连行礼都不知道。这阵仗不像认亲，倒像我的脱口秀新专场。今晚的观众看起来很渴望被硬控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大家千万别怪母亲没教好她。妹妹刚回来，不懂府里的规矩，都是我不好，不该来打扰妹妹的。妹妹肯定是不小心把我绊倒的。婉月真是太善良了，你看那乡下丫头绊了人还跟木头桩子似的站着，一脸凶相，真是粗鄙善妒。这样的人怎么配进侯府的门？各位夫人，各位小姐，大家请看，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现场复盘。我与姐姐刚才的直线距离大约是3步，酒杯落地的位置距离姐姐的裙摆大约是5步。根据物理学，抱歉，根据常理推断，这个倒地轨迹就非常诡异。简单来说，要想让一个成年女性在平地上以如此优美的姿态飞出这么远，施力者也就是我，刚才那一推，起码得动用了60年的内力。所以各位误会了，我不是一个从乡下来的粗鄙村姑，我其实是一位深藏不露的武林宗师。爹，要不咱跟兵部报备一下，别搞什么认亲宴了，我这就去边关杀敌，为国尽忠，岂不美哉？放肆！忤逆不孝，破坏家风，还不快给你姐姐认错！哟，重量级嘉宾终于上麦了。母亲大人此言差矣，您斥我忤逆不孝，破坏家风，可方才姐姐亲口承认，千错万错都是她的错。您看，这破坏家风的罪魁祸首，她自己都已经站出来认领了，我怎敢与姐姐争功？我说的错，不是那个意思。哦，那姐姐的意思是你犯了别的错，是江南水灾你引的，还是北境大旱你求的，亦或是今早皇上龙体欠身胃口不佳，也是你惹的？我没有。那你到底犯了什么错？如果天下间的大错你一概没犯，那你凭什么大包大揽说千错万错都是你的错？揽下了又不认，姐姐，你这种行为在我们那儿叫画饼，很没有诚意啊。我心口好痛。各位夫人请看，这是顶级绿茶表演的经典收尾动作，弱柳扶风式昏厥法。要点1，眼神必须仰望屋顶，45度在眼眶里打转，让夜间营造出极致的破碎感。要点2，身形要晃，但不能真倒，得给人一种我很脆弱，快来扶我的暗示。技巧堪称满分，情绪也十分到位，就是缺乏一点新意。建议下次可以配点背景音，比如箫或者古琴，效果会更上一层楼。婉月，牙尖嘴利，只会逞口舌，全无妇德。今日便让你知道什么叫家规森严，拉下去，家法从事。若不打你个皮开肉绽，难解我心头之恨。主子，侯府要动家法了，咱们要不要插手？急什么？你看那个小姑娘可有害怕神色？好戏才刚刚开场。大齐律宗法篇第3卷第4条，
凡在家族重大礼仪之上诈病滋事，以乱宗法秩序者，视为藐视宗法。母亲，按大齐律例，藐视宗法者，当如何处置？当以冰凉井水泼洗，以儆效尤，再杖责20，以正视听。您是要包庇一个蔑视宗法的罪人，与大齐律法为敌吗？你罢了，为了保全侯府的名声，也为了不让母亲大人为难，这恶人我来做。姐姐，得罪了。医学奇迹啊！大家快看，大齐律法就是好，药到病除，专治各种疑难杂症。我姐姐这病，连太医都束手无策，一盆灵水下去，立刻痊愈了。宾客们带着满肚子的笑料和谈资，心满意足地离去。可以预见，不出一天，侯府庶女董法手里一盆冷水救活嫡姐的奇闻将传遍京城每一个角落。而我，乡下庶女是个懂法且嘴毒的硬茬，这个人设算是彻底立住了。哟，第一场秀就来了个榜一大哥。认亲宴闹剧成了京城第一谈资，我这个乡下庶女林笑笑一夜成名。有人说我粗鄙，有人说我聪慧，但共识只有一个：平阳侯府这位不好惹。第二天清晨，这份不好惹的评语就得到了来自权力之巅的认证。听闻平阳侯府认亲宴上有庶女引经据典，以律法维护家风，心甚慰，此乃知礼守规之典范，特赐黄金100两、南海珍珠头面1套，以示嘉奖。钦此。一场差点闹出人命的家丑，怎么就成维护家风的典范了？我心里跟明镜似的，这背后要是没有昨天那位榜一大哥的推波助澜，我把林字倒过来写。首府大人裴宴，这是嫌火烧的不够旺，亲自给我添了一把干柴啊。笑笑，你自幼在乡下长大，不懂京城的规矩，为娘不怪你。按女怪诫所言，女子当真尽本分，不露龟角，更不应存有私财。这些御赐之物，你年岁尚小，恐不能妥善保管。母亲先替你收着，等你日后出嫁，再为你添入嫁妆。好一个替你保管！母亲说笑了，这既是圣上所赐，便是皇恩。皇恩浩荡，女儿福薄，就算是无福消受，但也不敢随意转交。万一圣上哪天想起来，问一句头换何在，女儿若是搭不上来，岂不是犯了欺君之罪？放肆！夫人，且消消气，莫忘了咱们今日的正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林家给了你命，现在要你的东西是看得起你，你连这点东西都舍不得，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母亲？你这是大不孝！孝道又来了，这是他最后的，也是最重的一顶帽子。嫡母就是母亲，要求我孝顺，合乎礼法。但问题是，我一个现代人，还能被这不合理的礼法给限制了？母亲教训的是，女儿确实不孝。为了让女儿深刻反省孝字到底有几笔，女儿恳请母亲将女儿关入祠堂，在列祖列宗面前罚跪思过。什么时候女儿想明白了，什么时候再出来。还有这种好事？好，这可是你自找的。来人，把三小姐带去祠堂，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出来，不准送饭。任何一个古代女子面对此情此景，恐怕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但我没有，即使穿越了，我也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不错，
这混响效果够天然，这沉浸式氛围够地道。小姐，你要的东西。尊敬的各位邻家列祖列宗，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侯府内部员工专属第1届阴间吐槽大会。今晚我们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主咖，她就是你们最孝顺的儿媳妇，我最慈爱的母亲王氏。太祖爷爷，您老人家当年跟着太祖皇帝打天下，啃树池喝马尿才创下这份家业。如今您在地下啃着又冷又硬的猪头肉，您猜您那好儿媳今天早上漱口用的试水炖的血燕啊！祠堂里关着的不是三小姐吗？这是祖宗显灵了！有鬼了！祖宗显灵骂人了！各位老祖宗，你们可能不知道，王氏不仅吃的比你们好，穿的也比你们阔绰。我粗略计算了一下，王氏身上一件蜀锦做的长服，价值50两白银；她头上那根点翠金钗价值80两；她每天漱口的茶都是明乾龙井。这笔账算下来，她一天穿戴吃喝的用付足够咱们大齐一个百人队1整月的军饷。太祖爷爷，您当年多节省才创下这份家业，王氏现在一天就能花掉您当年10年的军费。他拿着您拼死拼活换来的家业去享福，却让您在地下啃冷猪头肉。他还口口声声教导我要孝，这是什么？这就是典型的宽于利己，严于待人。这就是对祖宗的大不敬，对家风的彻底败坏。这是大不孝中的战斗机小小 Plus 版啊！主子说了，让他玩得尽兴点，那就都听得清楚点吧。王氏不孝，奢靡无度，败坏家风。这哪是三小姐在说话，分明是林家的列祖列宗在集体开会，公开处刑啊！来人！来人！开门！把锁打开。母亲，你可算来了！祖宗昨晚托梦给我了，他们说他们在底下又冷又饿，冻得直发抖。他们问我为什么您囤着那么多金银珠宝，压着那么多私房钱，却连一件金身都不肯给他们送。他们说您不孝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王氏，笑笑说的可是真的？你口口声声跟我们讲祖宗规矩，讲孝道传承，难道你连给列祖列宗塑几件金身的钱都舍不得出吗？跪着像什么话？起来说话！哼！母亲，先进去吧。祖老明鉴，非是不孝，实在是宫中账房近来开销大，周转不灵，实在拿不出这笔巨款啊！母亲说笑了。您城东那3家专做贵妇人生意的绸缎铺子，我听账房先生说，上个无光后不好，也才净赚了3000两白银。还有城西那个米粮行，更是日进斗金。这些铺子田产可都是记在您私人名下的呀。孝心无价，您总不会为了区几千两银子，就让列祖列宗在地下继续受冻吧？王氏，你跟我们哭穷，结果自己富得流油，你还有什么话说？母亲，您不是经常教导我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钱财乃身外之物。您看，列祖列宗就是咱们林家所有人的父母。如今长辈们在地下受苦，想要您的钱，那是看得起您。您要是连这点钱都舍不得，眼里还有没有列祖列宗？您这才是真正的大不孝啊！母亲，夫人，您怎么了？夫人，您醒醒！参汤，快灌下去！既你已醒了，就把这自愿捐出私产，为林氏先祖重塑金身文书签了吧。
好啊，我林家有此至孝至纯又深明大义的子孙，何愁家业不兴？王氏此番急火攻心，又大出血本，恐怕要病上一阵子了。这偌大的侯府，终贵不可无人打理啊！我看笑笑这孩子就很好，懂规矩，明事理，算账也清清楚楚。从今日起，在王氏病愈之前，这侯府内库的钥匙就由你来暂时掌管。就这样，我兵不血刃，不仅保住了皇帝的赏赐，但像掏空了主母的私库，还顺理成章地从一个任人欺凌的受气包，拿到了象征着侯府最高内务权力的内库钥匙。最后，王氏吐血昏迷，三小姐顺理成章拿到了内库钥匙。这丫头倒是个宝贝，有点意思。不过她这么一闹，侯府里那些豺狼怕是都要被引出来了。去，把我书房里那份御史台弹劾林家二爷强占良田的卷宗副本给他送去，就当提前预付的下一场戏票钱。是。小姐，三小姐不好了！二老爷一家带着老夫人从乡下祖宅杀过来了。他们说大哥常年征战在外，口也软弱无能，要接管侯府。老夫人还说您抛头露面败坏门风，要立刻把您寻个由头，嫁给城西那个出了名的家暴狂李屠夫的傻儿子。正愁没有素材，这群说相声的搭子就自己送上门了。侯府这外强中干的烂摊子，正需要人来背锅。跪下！你一个庶女，趁着主母暴巧言令色骗取内库钥匙，简直反了天了！母亲，林笑笑她把钥匙交出来！从明天起，你给我滚回后院待着，不准再抛头露面败坏门风。我已做主，将你许给城西李屠夫的儿子。他虽木嫩，但配你这乡下庶女正好，不日便迎你过门。母亲说的对，三弟，你就是太软弱，才让一个丫头片子骑在头上。我们这次大老远从祖宅赶来，就是为了帮你整顿家风。你城西那3家米粮行，还有城东的绸缎庄，明天就去京兆尹那边过户到我名下。你我兄弟不分彼此，我替你打理，免得被外人骗了去。就是，女孩子家家的，迟早要嫁人。侯府的产业当然要交给我们二房来打理。笑笑啊，二婶也是为你好。那李屠夫家里可是顿顿有肉吃。去，搬一张长条桌来，放在大堂正中间。我手里拿着内库的钥匙，这个月的月钱你是不想要了？各位，欢迎来到平阳侯府第1届吐槽大会。今天我们的辩题是：脸皮厚是不是一种绝症？放肆！没大没小，大哥，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女儿，竟然敢在长辈面前大呼小叫！今天我就替你好好管教管教她。二叔，您刚才说兄弟同心，你的就是我的，对吧？长兄如父，我拿他的产业理所应当。二叔向来明事理，财物不分你我。昨日我带你向皇家赈灾款项捐银10万两。二叔，您看这钱什么时候把窟窿补上？京兆尹的人明天一早就来收账。胡说八道！我哪有钱捐给皇上？10万两？你把你二叔卖了也不值10万两。没钱，江南水灾，百姓流离失所。皇上下旨号召百官捐款，你不肯给皇上捐钱。我不是不肯，我是没钱。你既想要侯府最赚钱的米粮行，为何不肯捐粮给朝廷？莫非是心存不满？我没有对朝廷不满，你别乱扣帽子。没有不满，那你囤粮不捐，意欲何为？招兵买马？二叔，你这是要造反啊！
你血口喷人，我就是个乡下地主，我造什么反？我真的没钱啊！没钱还敢上门索要商铺，敲诈官员家产乃是重罪，一律杖50，流放3000里。二叔，你罪加一等。老爷，反了，反了！你这是大逆不道！老夫人最好先看看地上的东西。二叔在老家强办了300亩良田，还打死了2户定农。这份卷宗明天一早就会出现在御史台的案图上。这件事可大可小。老夫人，如果闹到皇上那里，你猜皇上会如何惩罚二叔？我即日起闭门念佛，再不管府中之事，把二老爷抬走，连夜送回乡下。就这，二叔连夜逃回祖宅，2度昏厥。这一仗让我在平阳侯府树立了绝对威信。从今天起，实行功过格绩效考成，做得好赏，倚老卖老阳奉阴为的滚！整个侯府的风气焕然一新，效率前所未有的高。府内安静了，有人却不好了。我的嫡姐林婉月现在患上了一种病，林林笑笑 PTSD， 只要听到我的声音，就觉得要被拉去公开处刑。昔日京城第一才女，硬生生被我逼成了社恐。对此我只想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别拉我出去，别过来！笑笑还在对账，府里被你打理得井井有条，不知你母亲何时能痊愈？你母亲卧病在床，姐姐也闭门不出，一家人僵持下去，终非良策。家和万事兴。爹，您这人真有意思。府里太平无事时，便像隐身了一般，可一旦出了事，有了动静，您就咣一下跑出来，语重心长地主持公道。您说，您是不是咱们侯府的棒槌？只有在需要和稀泥的时候，才想到自己的存在。你总劝我家和万事兴，可当初王氏林婉月陷害我，全府取笑我，王氏要动家法，老夫人逼我嫁屠户之子时，你除了荒伤擦汗，何曾出手相助？当初我受欺负，你信奉强者为尊，选择默语；如今我凭本事取胜，你反倒劝我以和为贵。爹，您这不叫主持公道，您这叫选择性执法。偏心也不是这样偏的，太明显了啊！他偏心是真，却性情软弱，知廉耻。别家侯爷遇上此事，定会施家法。他尚且要脸面，也算难得。宅斗着实无趣，对手全都不堪一击。这内宅格局太小，我需要更大的舞台。首府大人，派人送礼来了。林大小姐，首府赐礼，这是何等的荣耀啊！当朝首府，裴大人亲自给咱们二小姐题字赐匾。此匾为荣，亦为护身通行之凭。全城皆知我得裴院庇护，京中权贵必生波澜。他是特意为我铺路扬名，看着还不错。有何不敢？小姐，这可怎么办啊？诗会上尽是京城贵人雅士，若是吟不出诗，定会遭人取笑。往年便有人不堪羞辱投壶，这分明是鸿门宴，定是大小姐从中挑唆，旁身设局，存心让你当众出丑。分析的不错，有进步。哎呀，都什么时候了，小姐您还有心思开玩笑？要不奴婢现在就去书阁，把齐诗300首、齐词集选都给您搬来。小姐您连夜背诵，能背多少是多少。跟古人比诗词，纯属班门弄斧。这是他们的主场和规矩，我为何要遵从？我要用我自己的逼技爱墨，打败他们所有人。逼什么摸？小翠，别去书阁了，去把府里最好的裁缝给我叫来，带上针线尺子，连夜单工。今晚我要定制一套战袍。三小姐，这是男装啊，而且款式也太离经叛道了。就要离经叛道，选用月白轻薄云锦，需透气，不能碍我行动呼吸。2时辰内做好。
出发。站住！你穿的这是什么东西？身为女子，不着裙装，竟敢穿男人的衣服抛头露面！你是要将我们平阳侯府的脸面丢到阴沟里去吗？母亲，首府大人昨日刚赐下铁齿铜牙的牌匾，今日便邀我去参加诗会。您现在拦着我不让我去，你是觉得首府眼光不行，还是要我即刻去大理寺告你蔑视首府，阻挠圣上嘉奖之人？啊，怎么回事？哟，这不是侯府的马车吗？怎么走得这么慢？是马没吃饱，还是车夫腿软啊？喊话！内阁首府亲赐铁齿牛牙牌匾的林府小姐在此，谁敢上前碰瓷，惊扰了贵人，自己掂量掂量后果。权力的味道确实不错。你便是平阳侯府的林笑笑，听闻你口齿不凡，今日曲江诗会，若能做出佳作，我便认你有才；若是不能，本郡主就亲手让人撕烂你的嘴。郡主说的是，林小姐，诗词讲究风雅，不同于市井纷争。我们先行献诗，也好避免你不通格法，当众出丑。淤泥不染尘，清风度我身。莫与凡草舞，自有玉露恩。好一个墨雨凡草舞，李公子高洁。云深不知处，幽兰独自芳。岂容俗人赏，空谷守高冈。林笑笑，该你了。各位，在开始我的表演之前，我先说个事儿。你们刚才念的那些真的很烂。你敢侮辱斯文，放肆！你懂什么根律？何来侮辱斯文？分明是戳中你们痛处，才惹得众人上蹿下跳。李公子，你先别叫，听我给你唠一唠。你说荷花淤泥不染，风骨确实非常高，却没想过，若无淤泥滋养，它又怎能开花？还有你，张公子不必装模作样，你借幽兰写风骨，可江南并无山谷山冈，你笔下的幽兰不过是市井购来的盆栽，这哪里是才情，分明是杜撰虚构。你们吟风弄月，故作清高，不过是无病呻吟，自我感动。诗作看着繁复，实则空洞无物，就像摆盘花哨的菜肴，中看不中吃。这也配叫风雅才学？真正的才学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悲悯。真正的风骨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担当，而不是像你们这样聚在这里玩着无聊的文字游戏，捧着彼此的臭脚，对着底层的苦难视而不见，还自以为高人一等，沾沾自喜。你们的清谈，连我老家村口那条大黄狗听了都得摇摇头，嫌你们吵到他睡觉。你来人，给本宫把这个妖言惑众的人不错，继续输出，本官喜欢看。都站着干什么？诗会，继续。好一个铁齿牛牙！裴大人说你行，你就是行。诗会是文人雅集，比拼才艺而非争吵。你再能言善辩，若无本事，省就粗俗难登台面。林笑笑，这就让你瞧瞧，什么叫做风雅。郡主秦恕，以真化境，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林笑笑，该你了。你若弹得出来，今日之事，本宫既往不咎；若弹不出来，便是欺世盗名之辈，自己滚出曲江池，从此不准在京城露面。我不会弹琴。我就说他是个草包，还以为多大能耐，原来是个只会耍嘴皮子的村姑。但是，谁规定音乐就非得是你们这种死气沉沉的调子？哟，听我说，你说你高山流水觅知音，我看你弹琴就像是在手抽筋。阳春白雪，听得我想睡，不如我给你来段社会摇的 beat。
装什么忧郁，玩什么深沉，姐姐我玩的是现代的灵魂。你的琴声听着是高级，可连个重音都没有，软的像坨泥。别跟我扯什么来风花雪月，我只关心今天股票是红还是绿。够了！你这奏的是什么靡靡之音？粗鄙下流！郡主殿下，你刚才那首高山流水，连骨架都是错的。你师傅难道没教过你吗？其中流水段第3个8度的角音后面接的应该是3分皮亮律的轻语，而不是你弹的那个变功轻语？怎么可能？你这个乡下丫头懂什么？妖言惑众，琴艺不过小道，真正的风雅在于书画的意境。林笑笑，你敢不敢与我等比试丹青？对，比划，有本事你再评一评画。书画讲究的是意境，是神韵，是留白。我倒是要看看有什么画。行吧，返场加演一小段。笑死人！唉，这画家把梅花画得跟得了鬼子甲似的，每一个花瓣都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不满和控诉，尤其是这枝干，走位清奇，角度刁钻，完美展现了骨赞疏松的后期症状。这画的不是傲骨，是风湿骨吧？这幅肥而不腻，你看这体的眼神，尝出了富贵人家的安详。这哪是猛虎下山，这分明是准备回家吃饭啊！林三小姐，首府大人说您说了这么久，口渴了，特并小的给您送一盏雨前红酒，润润喉。凭什么乡下出身的林笑笑能得他这般偏爱？我引以为傲的才情、容貌与家世，全都被他狠狠碾碎践踏。乡下丫头，我杀了你！大齐律刑法篇，皇室宗亲无诏令无实据，于公众场合蓄意杀害朝廷命名家眷，与庶民同罪。郡主殿下，你是想用你金枝玉叶的命，拿整个皇室的声誉，来给我这个乡下村姑陪葬吗？各位看到了吗？这就是你们引以为傲的风雅。你们的雅是建立在什么之上的？你们的雅是建立在农人顶着烈日弯腰插秧的辛劳之上，是建立在边关将士浴血奋战马革裹尸的忠魂之上，是建立在万千工匠呕心沥血昼夜不休的劳作之上。你们吃着他们种的米，穿着他们织的布，住着他们造的房，享受着他们用命换来的太平盛世。结果你们在这里做什么？你们在这里无病呻吟，伤春悲秋。你们在这里玩着文字游戏，党同伐异。你们在这里为了一点虚名就要拔剑杀人。我告诉你们，什么叫风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叫风骨。什么叫才华？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叫才华。大齐如今需要的不是多几个像你们这样只会堆砌词养粉饰太平的寄生虫，而是需要能开渠治水，能戍边安邦，能为万民立命的实汉家。你们的风雅一文不值。说得好！表现不错，有麻烦可以来找我。
我跟你们说，那林笑笑在乡下的时候，那叫一个浪，我们村的粪叉子都快被他盘包浆了。没错没错，他还给我写过情诗呢，可惜我不识字儿，拿去糊墙了。快去请族中的叔公伯祖开祠堂！以败坏门风的罪名，把他给我装进猪笼，沉入共成河。笑笑，为了侯府，为了林家的100年清誉，爹，求你了。爹，你觉得我死了，这事儿就算完了？我死了，这桩风流艳事就成了铁证。永安侯府的庶女畏罪自尽，从此以后，侯府的女儿还嫁得出去吗？侯府的儿子在同僚面前还抬得起头吗？主子让属下转告林三小姐，造谣的人有城西说书的、城南演戏的，一共7人。只要小姐点头，今晚子时之前，他们都会彻底消失。首府的人还要杀人？回去告诉你家主子，多谢好意，但暴力不能解决舆论，魔法才能打败魔法。哭丧着脸干什么？去把库房的钥匙拿来，再备车。去哪儿？这帮造谣的狗东西，简直是免费给我做宣发呀！这么大的流量，不吃白不吃。本次发布会凭票入场，后排看台10两银子一位，中排雅座50两银子一位，前排 VIP 贵宾席100两银子一位，座位有限，先到先得，售完即止。卖票开澄清会，还把票价定得这么高，疯了！这个林笑笑绝对是疯了，古往今来哪有女子这般行事？闻所未闻，简直闻所未闻！100两他怎么不去抢？花100两银子去听他讲自己的风流轶事，我有病吗？兄台，此言差了，你不觉得这事儿很有意思吗？走走走，去看看。我倒要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吃瓜是人类的本能，吃这么新鲜、这么刺激、这么伤风败俗的花，别说100两，就是1000两，个别不差钱的人也愿意。VIP 票最后一张150两，要不要？我林笑笑凭一己之力，创造了大齐朝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营销案例。流量有了，钱也有了，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小姐，不好了，那几个在外面造谣的地痞流氓，他们也买票进来了。来了，我知道他们会来。既然有人买通了这些地痞造我的谣，那么让他们当着全京城权贵的面与我对峙，用最污秽的语言将那些编造的谎言做实成铁证，幕后之人自然更开心。不过，想在我的主场用我搭的台子唱一出置我于死地的大戏，哼，他们这是在想屁吃。他们不来，这出戏还不够精彩呢。谢谢大家来听我的相声，哦不，来参加我的澄清会。听说我最近在京城很火，火到什么程度呢？连我院子里那条叫旺财的土狗，前天出门溜达都被人拦住，悄悄问他是不是我在乡下时的老相好之一。好了，笑话说完，我们来聊点正事。第一条指控，林氏笑笑，水性杨花，在乡野之时夜夜翻墙，与村头地痞张三私会于苞米地。张先大哥是吧？没错，就是老子。好，各位可能不知道，我乡下那个院墙可不低，足足2丈高，
墙头顶上还密密麻麻的插满了碎瓷片和铁镣铐，防的是山匪。有道理啊，2丈高，那不是跟城墙差不多了？还插着铁蒺藜，这是练的铁裆功吗？你胡说！哦，不高吗？那我建议顺天府派个衙役去我乡下老家实地测量一下。如果我说谎，我当众认罪。如果墙真的有2丈高，张三大哥，你这当众污蔑侯府嫡女的罪名可就坐实了。我还听说有指控我不知廉耻，曾手书情诗一封，赠与邻村混混李四。李四大哥，对吧？没错，那情诗写的可肉麻了，可惜被我拿去糊墙了。各位，这位李四大哥，据我所知，大字不识一个。去年我们村公厕翻修，他喝多了走错门，愣是把茅房门口那个斗大的南字认成了大字。李四大哥，我就特别好奇，您自己都说自己不识字，我是怎么给您写情书的？你都不识字，怎么知道那是情书？还是说我给您画了一幅画，画了个小人儿给您比心？有趣！给文盲写情书，这林三小姐是个人才啊！小蹄子，耍我们！不管你如何巧舌如簧，也是你勾老子的！继续讲，本官听得正高兴，谁敢打断，杀了！别跪着了，多影响市容。来，上台说。台下观众花了钱的，听不清楚可不成。不，姑奶奶，我们错了，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我们再也不敢了。错了？哪儿错了？你们不是说我跟你们有染吗？来，上台把细节讲清楚。是先牵的手还是先亲的嘴？苞米地里蚊子多不多？这些可都是观众老爷们花了100两银子想听的细节啊！姓名吉怪，职业张三，京城无业游民。李四。各位看见没？专业团队，一个负责造谣体力活，一个负责造谣脑力活，还有一个估计是负责望风的。说吧，谁指使你的？不说也行。鬼笑。是永安侯府，是侯府的王夫人，她派管家找到我们，给了我们10两银子，让我们到处说您的坏话。10两银子，买通3个人，毁一个侯府嫡女的名声，这王氏也太抠了吧！打发叫话的呢。大伙儿都听听，我的清白就只值10两银子。母亲，你也太小看我了！我在曲江池开过专场，还和京城4大才子对过线，我这身价抹黑我起码也得10万两。10两，这分明是羞辱人！感谢各位今日的捧场。今日发布会所得的所有门票收入共计13200两，我宣布将其中1半以在座各位的名义尽数捐给国库，用于北地边军的冬衣采买。至于剩下的1半，我准备用它在这醉仙楼的对面盘下一家铺子，开办京城第1家，也是大齐第1家专门说新鲜事的茶馆。茶馆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笑笑阁。坐。今天这出戏，裴大人看的可还满意？戏不错，你的笑笑阁会得罪很多人，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光靠我一个人说声音太小，我想让更多的人听到我想让他们听到的声音。笑笑阁本官投了，资金、官府批文以及一切你在明面上解决不了的麻烦都由我来。那首府大人图什么呢？本官的政敌有点多，有些话本官不方便说，官使不方便记，但笑笑亭的段子可以。成交。林老板，以后合作愉快。裴大人，榜一大哥的位置你坐稳了。让开，都让开！
小姐，是礼部尚书孔德明，他可是朝中最重规矩的老顽固。自有民女林氏不守妇道，抛头露面，巧言亮色，蛊惑人心，败坏风俗，实乃我大齐礼教之大度。即日起，查封笑笑阁，以正视听。来人，搬张椅子来。成何体统！女子在外抛头露面，与伶人昌邑无异，败坏风气。我今日必封笑笑阁，以正视道，告慰先祖。孔大人，您刚才说我败坏风俗，有违礼教，对吧？然也。那我想请问孔大人，大齐律总计12篇，498条，其中哪一篇哪一条明文规定了女子不可兴商？东街寡居的王大娘卖豆腐，西市未出阁的李家小姐打理铺面，难道不算抛头露面？大人为何不去查禁？莫非这离教也看人下菜，专挑我这侯府之人拿捏？是啊，王大娘卖了20年豆腐，李家小姐的生意做得可大了，也没见礼部去管啊。强词夺理，他们是为生计所迫，情非得已，而你不过是哗众取宠，图个虚名罢了。哦，我明白了，各位都听到了吗？孔大人的意思是，为了生计，就可以违背他口中的礼法。为了活下去，女子就可以抛头露面。孔大人，我实在不解，礼法遇上生计便可变通，难道他能随意曲解，因人而异？莫非只有贫苦女子才能外出营生，我便该被礼法禁锢在后宅？这规矩标准，难道全凭大人一言而定？你住口！你这妖言惑众的贱婢，自古否极司臣便是亡国之兆，女子干政，天地不容。你们这些妄图搅乱乾坤的女人，就不该踏出后宅半步。孔大人，你刚才说女子干涉外事是亡国之兆。不错，此乃天地至理，千古不易。好一个千古不易！大齐开国始制，高后列传载，建元3年秋，太祖皇帝于北极遇伏，身中7箭，昏迷不醒，朝野震动，诸王蠢蠢欲动，大齐江山危在旦夕。是孝慈高皇后于危难之际临朝称制，以女子之身暂代军权，内服百官，外镇诸王，批阅奏章3月不眠，稳固军心，方斩尽宵小英，迎太祖回朝，奠定我大齐300年不朽基业。孔大人，您张口便是否极司臣，这话难道不是在非议孝慈高皇后？难不成您觉得我大齐立国根基处处皆是隐患祸端？按大人这番道理论，孝慈高皇后主持朝政便是鼻基侧叶，行事有失。那她辛苦平定的天下，莫非也算不得正道？难道我大齐100年基业，竟是依托不妥之举方才建立？孔大人，你识大齐俸禄，想高官厚禄，心中却不认可我大齐立国之本。你穿的是大齐的官袍，心里想的怕不是前朝的天下吧？说，你到底是哪朝的忠臣？莫不是前朝派来乱我大齐江山的余孽？诛心，这是诛心之言啊！冤枉，老臣冤枉啊！老臣对大齐忠心耿耿，绝无此意。你这是断章取义，你这是偷换概念。偷换概念？我只是在顺着你的逻辑往下说啊。大人，你的逻辑它好像是个筛子，怎么到处都是漏洞呢？吾皇万岁万岁万岁！起来吧，大家。他也在。好一张刀子般的利嘴，好一个滴水不漏的丫头。你们听见了没？朕在纯文馆里听那帮老学中们引经据典，吵上3天3夜，都没这丫头一炷香的功夫来的精彩。这是在夸我？皇上，您要为老臣做主啊！此妖女巧舌如簧，曲解圣人之言，诽谤国之根本。若不严惩，我大齐国将不国呀！求皇上降旨，将此妖女就地正法。废物！你堂堂礼部尚书，朝廷2品大员，拿着朕的俸禄读了一辈子圣贤书，到头来连个小丫头的嘴皮子都辩不过，还有脸在这里哭诉？
更何况你还敢妄议高皇后？是谁给你的胆子？朕看你这尚书之位是坐得太久，脑子都坐糊涂了。滚！给朕滚回去闭门思过。什么时候想明白了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道理？什么时候再出来见人？滚！你这铺子叫笑笑阁？回皇上。是。有点意思。你刚才那番辩论，朕在对面茶楼听了许久。虽说有些言辞过于犀利，但道理却是不差的。赌不如输，百姓的嘴是堵不住的。你这笑笑阁准备讲些什么？讲些皇上爱听的，也讲些百姓爱听的。油滑。王德，去取笔墨来。拿去，找京城最好的匠人，用金丝楠木把这5个字给朕裱起来，就挂在这笑笑阁的门头上。朕倒要看看，有朕亲笔题的匾，以后还有哪个不长眼的敢来找事儿？这位皇帝比我想象的要厉害得多，看来是要用我这张不受控制的嘴，去说一些他想说但不便说的话。我成了天子手中一把最锋利也最有趣的刀。最大的危机过去了，接下来就是我的主场时间。都愣着干什么？挂牌盘，清场地，发请柬。今晚8点，笑笑阁首场专场正式开演。是，小姐，东家放心。这家伙不是跟着走了吗？林老板，连笑晕高皇后临朝称制这种话都敢往外掏，你的胆子是不是太大了点？有首府大人您在后面给我托底，我怕什么？大人刚才悄悄溜下来，是打算在皇上面前英雄救美，保下我这只差点被玩脱了的棋子。本官是怕你哪天真把自己玩死了，到时候本官上哪儿再去找这么好的乐子？好家伙，还是把我当乐子。不过这极限拉扯的感觉有点上头。今晚你的首场专场，本官要听点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东西？好啊，那就给你来点能掀翻屋顶的。感谢各位爷捧场，今天咱们不说风花雪月，也不谈经义文章，咱们就来盘一盘我林笑笑这几天是怎么在京城 C 位出道的。话说前2天，有几位好汉花了整整10两银子，满世界说我在乡下的时候夜夜翻墙，私会村头张三，10位评评理，就想买的是对我个人品牌价值的侮辱。我跟你们说，想黑我，预算先加到10万两，不然我这天下第一嘴的御赐金匾，第一个不答应。京城的八卦市场潜力巨大，但是内容极其粗糙，所以我笑笑阁的第一个小目标就是给各位爷提供最新鲜、最独家、最高端的定制化八卦内容，保真保刺激。好，光有八卦不够，还有才艺。前有郡主一曲高山流水，弹的是感天动地，就是有点费耳朵；后有4大才子，画的老虎跟橘猫似的，还非讲什么意境。什么叫意境？我跟你们说说，意境就是画的不像，但你得感觉它像。感觉不像怎么办？那说明你的境界不够，你得会吹捧，你得融入他们圈子。最后就是昨天那位大人，他老人家手持礼法大棒，要封了我的店，说女子抛头露面有违祖宗规矩，是亡国之兆。我当时就想问问他，大齐的军饷和插茶控10个里有9个都是女人，他们抛头露面了吗？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挣来了保家卫国的军饷，这叫亡国之兆。按照大人的逻辑，要想不亡国，咱们是不是得先把这帮败坏风俗的女人全关起来？所以说，有些人的道理不能细听，因为他们的脑子里装的不是圣贤书，是江湖。说得好。小姐，你快看，就今晚一场，咱们就赚了3000多两。这还只是开始，等名声彻底打出去，搞饥饿营销，再开几场 VIP 专场，这钱还不是滚滚而来？资本原始积累完成，接下来就是上市敲扁的美好蓝图了。林三小姐，800里加急，军情密信。这玩意儿怎么会送到我这里来？北狄使团以抵京，名为朝贡，实为挑衅。
北狄第一智者呼延灼，其人辩才无双，欲在国宴之上与我大齐群臣进行文化辩经，赌注是北狄3座城池的10年盛收，朝中腐儒无人能应。皇上有旨，召天下第一嘴。飞鸟不是鸟，因为它会飞，而笼中鸟不会飞。如此简单的道理，大学士竟然参不透吗？久闻大齐乃天朝上邦，文风鼎盛，今日一见，不过是一群只会摇头晃脑背诵死书的酸腐废物，大齐无人矣。陛下，臣举荐一人。何人？天下第一嘴，林笑笑。荒唐！国之大事，朝堂变更，岂能让个市井出身的女子登殿，成何体统？这要是传出去，我大齐皇室的颜面何存？裴首府，你莫不是被那妖女灌了什么迷魂汤，竟举荐此等人物？你是想让我大齐沦为天下笑柄吗？宣笑笑阁主林笑笑觐见。参见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有意思，真有意思。看来大齐的男人是真的死绝了，竟要派一个如此年轻貌美的小娘子出来撑场面。怎么，是辩不平就打算用美人计吗？这位使臣大叔，看您这日益后退的发际线，想必北狄风沙是挺大的吧？北狄的礼仪是专门教你们用这光可见人的脑门来反射我大齐宫殿的灯火，以示尊敬的吗？你这伶牙俐齿的贱婢！好，天下第一嘴，那我就来考考你。大齐以孝治天下，以礼法为根基。那我便问：若君父有错，为人臣子者，是顺从还是该直言？这位呼延大叔，我发现你这个人逻辑很有问题啊！你的问题从根上就错了。谁告诉你君父会犯错的？陛下受命于天子，天子若有过，那不是天向三子之错，而是天通过天子之行向天下苍生发出的警示。所以为人臣子，发现天有异象，风雨时调，及时上奏提醒陛下，这是替天行道，是为直言之中。而陛下依据天意降下旨意，我等奉天承运，遵从旨意，这是顺应天命，是为顺从之孝。我们大齐的孝是一种既要顺从又要直言的叠加态，它同时存在，互不干涉。只有在你这种不开化的蛮夷观测时，才会清仓做成你那非黑即白的愚蠢逻辑。我跟你说，这叫天人感应的量子力学。你一个连自己头发都留不住的蛮夷，懂什么叫治国，什么叫孝吗？妙啊！莫非是某种失传的天地之理？你胡说八道！对，你说的都对。算了，跟你讲不通道理，咱们聊点你能听懂的。其实我特别理解你，你们北狄弱肉强食，直来直去，多真实，哪像我们大齐搞这么多繁文缛节，虚伪。算你还有点见识，我北狄的生存法则才是天地间最真实的道理。是啊，你们那是真实。老痰盂前脚刚咽气，新单于，我不说你们也知道吧？这叫肥水不流外人台，主打的就是一个资源内部循环。我们大齐的礼教跟你们这一比，格局确实是小了，实在是太虚伪了。你敢侮辱我，我要杀了你！拿上来！这是我北狄的国宝，无解之环。你大齐不是自诩能中巧匠遍地，智慧冠绝天下吗？今日你们若有人能解开此环，我北狄自愿献上降书，10年赋税奉上。若无人能解，便证明你大齐的智慧不过是自吹自擂的笑话。你们要当着天下人的面承认自己是蠢宦之邦。解开它，你们就认输，是吗？不错。好，这位将军，借你的刀一用。解开了。啊！你这个卑鄙的女人，你这是作弊！你毁了我们的国宝！你不讲武德！怎么，双标玩得这么溜？你们老单于亲自教的吗？第一，规则是你们定的，只说解开，可没说怎么解。第二，你们北狄人一天到晚把武力至上、强者为尊，怎么到了我大齐的殿上，反而玩起这种咬文凿字的游戏了？我告诉你，什么叫真正的大齐武德，在北狄边军将士们饮血的刀刃上，在踏平你们王庭的铁蹄下，不在这个狗屁不通的破铁环上。你要战便战，我大齐100万雄师奉陪到底。你一个逞口舌之力的东西，在这里犬吠什么？好一个天下第一嘴！今日你为我大齐挣回了天大的颜面，说吧，
你想要什么赏赐？陛下谬赞了，民女也没做什么，就是举了举嘴，动了动手。主要是这位北狄智者心理素太差，我这还没发力呢，他就倒下了，实在是没什么成就感。陛下，林姑娘今日舌战蛮夷，真乃我大齐女中豪杰。如此才貌双全的女子，实乃国之瑰宝。臣长子对林姑娘的风采仰慕已久，臣今日斗胆恳请陛下天恩，将林姑娘赐婚于臣的长子。瑞亲王的长子，那个全京城出了名的虐妻狂魔，那个因为手段残忍，活活折磨死了3众正妻，至今无人敢嫁的变态纨绔。准奏。前一刻还要笑眯眯赏赐我的皇帝，下一刻就要亲手送我下地狱，这就是伴君如伴虎吗？哼！陛下，民女有一事不明，想请教陛下。放肆！圣旨已下，岂容讨价还价？说。自有平阳侯府3女林氏，温婉贤淑，才德兼备，特赐婚于瑞亲王世子，择日完婚，钦此。陛下，民女想问，这圣旨上写的温婉贤淑，才德兼备这8个字是认真的吗？请问我哪一点当得起温婉2字？民女本该感恩戴德，但问题是这份圣旨上对我的描述与事实严重不符，这叫什么？这叫虚假宣传啊！你竟敢质疑圣旨？民女不是质疑圣旨，民女只是在确认事实。民女林笑笑在京城的战绩，大家有目共睹。且不说任亲宴、祠堂与曲江池畔之事，就在刚才紫宸殿上，我把北狄第一智者说的当众晕倒。我林笑笑是靠嘴吃饭的人，虚假宣传砸是我的招牌，毁的是我的信誉，断的是我的财路。我要是就这么认了，以后我还怎么在京城混？谁还敢来笑笑阁听我说相声？所以，陛下，只请从生是臣女的人设，要么就在这圣旨上把温婉贤淑4个字改成牙尖嘴令，民女绝不介意。此女公然抗旨，藐视皇恩，按律当斩。陛下，臣有话要说。臣想问瑞亲王一个问题，王爷，您今日是以什么身份来求娶林姑娘？自然是以我儿父亲，以皇室宗亲的身份。哦，裴燕，你到底想说什么？哦，那臣再问王爷，您可知您的世子是何身份？当然是皇室宗亲。各位同僚，大齐律法宗室管理条例第3卷第7条写的是什么？哪位还记得？皇室宗亲若犯下杀孽，按律当革除爵位，交有司审理，与庶民同罪。王爷，您的世子3征正妻均死于非命，刑部的卷宗至今还封存在档案库里。一个身上背着3条人命的嫌疑人，您却以皇室宗亲的身份来求取陛下御封的天下第一嘴。王爷，您不觉得有些不妥吗？你血口喷人！那些女人都是病死的。病死的？3任王妃年纪轻轻，都是病死的。王爷，您这个病可真是专挑您的儿媳妇下手啊！这病比您王府的家丁还听话。这门婚事你自己怎么看？民女在。陛下，各位大人，这门婚事民女不反对，但民女有一个条件。说。民女胆小，怕死，民女恳请陛下在大婚之前，由3司会诊，公开审理世子前3任王妃的死因。若审理结果证明世子清白，民女2话不说，立刻嫁过去，绝无半句怨言。若许结果证明世子殿下确实与3任王妃的死有关的话，你，王爷，您别紧张，只要您儿子是无辜的，这场审理就是对您王府最大的声誉败书啊！您该不会不敢吧？着3苏会审瑞亲王世子杀妻案，水落石出之日再议婚事。陛下，民女有一事相求。说。瑞亲王世子的婚事，既然要查，那便慢慢查，民女不着急。但民女今日想在朝堂之上，当着陛下和满朝文武的面，为自己求一门亲事。荒唐，简直荒唐！女子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一个庶女，安敢如此妄为？王爷，您的圣旨赐婚我都没答应。这会儿我自己的婚事，您倒是挺上心。怎么，您那世子杀妻的案子，3司已经查完了？林笑笑，你要为自己求谁？陛下，民女求的这个人，就是他。哈哈哈哈哈！你要求娶当朝首辅？不是求娶，是求配。民女与首辅大人乃是两情相悦，志同道合，天造地设，不存在谁娶谁，这叫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理由呢？陛下，各位大人，第一，瑞亲王无非是想用婚姻拴住我这张嘴，让我闭嘴。而裴大人恰恰是朝堂上最不怕我说话的人，他赐我牌匾，投资笑笑阁，在曲江池给我端茶倒水，这说明什么？他欣赏我的才华，包容我的放肆。
一个愿意让我搞事情的男人，比一个想让我闭嘴的男人更值得嫁。这个理由够不够？有理。第二，瑞亲王世子身上背着3条人命，至今逍遥法外。而裴大人，这位首辅大人虽然冷了点、凶了点，说话噎死人了点，但他至少没杀过老婆。据我所知，他连个通房丫鬟都没有，感情史比我的脸还干净。各位大人，一个零杀妻记录、零绯闻、零黑历史的男人，和一个随时可能被3丝砍头的嫌疑人，你们选谁？林笑笑，你说了这么多，朕只问你一句：裴燕，她答应了吗？臣求之不得。好，既然你们2个同意了，那传朕撤销瑞亲王世子与林笑笑的赐婚令，赐婚首辅裴炎与林笑笑，择日完婚。朕的金口玉言，够不够给朕的天下第一嘴撑场面？陛下英明。号外号外！当朝首辅裴燕，金銮殿上当众求娶笑笑阁主林笑笑为正妻。裴燕，你与北狄私通，意图谋反，证据确凿。来人，将反贼裴燕给我拿下，打入天牢诏狱。宣读罪状。反贼裴燕结党勾结北狄，意图谋逆，其罪有10：一、私通敌国，泄露军情，证据确凿，天地不容。国不可一日无主，奸贼不可一日不除。本王今日便代天刑罚，判处逆贼裴燕凌迟处死，满门抄斩，即刻行刑！行刑！孽女，孽女啊！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什么事？慌慌张张，成何体统？大小姐她……惹主！抬上东西，出发去皇宫。瑞亲王有令，全城戒严，任何人不得靠近皇宫，违令者杀无赦。我今日要用这块牌子进宫面圣，你要拦吗？行。大胆罪妇，竟敢擅闯金銮殿！来人，给本王拿下！慢着！按照大齐律法，凡死刑须经大理寺刑部御史台3司会审，秋后处决。你们不经思思不定日期当朝杀人，这不叫审判，这叫草菅人命。各位大人别紧张，欢迎来到由我林笑笑独家冠名赞助的金銮殿真相吐槽大会。反了，真是反了，还愣着干什么？此女与裴燕乃是一党，是逆贼的同谋，给本王将她就地格杀。是。将军刀磨得错，最好先掂量掂量，是瑞亲王的口头许诺重，还是我怀里这块先帝御赐的免死金牌分量更重？林笑笑，你休要在此装神弄鬼！裴燕通敌叛国，证据确凿，今日谁也救不了她。哦，证据，来，把您那证据确凿的证据拿来给本届吐槽大会的唯一簪布商，也就是我观摩。哎，共商大计里应外合，写得真好，这字迹确实模仿的惟妙惟肖，下了功夫。王爷，您下次造假能不能走点心？这信上说是裴大人去年冬天亲笔所书，可这纸是江南制造局今年开春才进贡到京城的诚心堂3代。王爷，您能给我解释一下吗？裴大人是会时空穿梭，还是您府上的纸能预知未来？巧合，或许是裴燕记错落款日期。日期可以记错，人之常情吗？但这信上的丝印用的是朱砂印泥，红的是真喜庆。但全京城谁不知道我们家首辅大人对朱砂过敏，碰一下就得起一身的红疹子，所以他所有的丝印用的都是特调的蓝泥。王爷，您这枚是去天桥底下找老师傅献课的吧？人证，给本王带人证。罪臣指认，就是首辅大人，是他昨夜连夜命小的将此信送往北地边关，交给敌人将领。你说你昨夜奉命连夜骑着快马出城往边关送信？是的。那你身上怎么有退红楼里头牌月姑娘身上才有的香粉味？你这马够强的，一晚上从首府骑到翠红楼，再骑到北地边关，最后还能活着回来上朝指证，这马力不去拉磨可惜了啊！我没有，我不是。
妖言惑众，本王不跟你辩了，本王现在就杀了你！来人，给本王将这个妖女乱刀砍死！皇帝，朕的吐槽大会还没看完呢，你这么急着是想干什么？是王爷，是瑞亲王逼我的。他抓了我的妻儿，给了我1000两黄金，让我诬告首府大人。陛下明察，陛下饶命啊！废物！王爷，这场戏该落幕了。你说，你所做的都是为了大齐，就把赈灾的银两入了自己的小金库，把最精锐的1000匹战马搞到了蛮子的秋季围场。你为了大齐，边疆将士的棉衣都凑不齐，而你府上的狗却穿着丝绸小蟒。王爷，你这不是为了大齐，你这是为了大席。你是想把这大齐的万里江山连皮带骨吃干抹净，然后风风光光的办一场你自己登基的开国大席呀！为了大席，说得好啊！老夫活了60年，从未听过如此精辟的谋反宣言！哈哈哈哈！啊！妖妇，本王杀了你这个妖妇！林笑笑，你今日于金轮殿上舌辩奸王，智破逆案，护朕周全，救国于危难，此乃盖世奇功。说吧，你想要什么？今日哪怕你想要入主6部，打破我大齐女子不得为官的祖制，朕也准了。多谢陛下厚爱，但这官我不当。为何？这可是光宗耀祖、青史留名之机。没意思，这朝堂太无趣了，全是一帮连笑话都听不懂的木头。我这嘴替事业才刚刚起步，可不能因为一份枯燥的工作就忘了为万民发声的初心。哈哈哈哈哈！好一个不忘初心！既然你不愿为官，那朕便换个赏赐。传朕旨意，瑞亲王谋逆篡位，罪无可赦，满门抄斩，家产充公，其党与3族之内一并论处。瑞王家产，朕赐你30%。另特许笑笑阁为皇家御营，上可达天听，下可传万民，任何人不得干涉。谢陛下。先别急着谢，朕看你们这身嫁衣不错，择日不如撞日，今日朕便为你2人当朝完婚。钦天监，臣在。今日可是黄道吉日，回陛下，今日紫气东来，龙凤呈祥，乃是100年难遇的绝佳婚配之日。好，来人，摆驾！朕要亲眼看着我大齐的国运与我大齐的喉舌紧紧结合在一起，水晶相生，国运昌隆。首府夫人，今晚的专场只有我一个观众，你打算讲点什么？裴大人，今晚不讲段子，讲实操。